嗨，大家好，我是苏森，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今天呢，我总结了4种蔬菜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疑惑。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疑惑，你在种植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吗？我们先来看看荷兰豆。这批荷兰豆在上次采摘荷兰豆尖、豌豆尖的时候呢，它只有架子这么高，大约在1.2米左右。由于这个品种是1.8米高的，当时我们为了吃豌豆尖，因为1.8米高的品种呢，豌豆尖的质量比较好。这个架子呢明显不够高，我呢也没有时间去管它。长高了之后，虽然没有支撑，在下垂之后啊，它依然顽强的在向上生长。有朋友问啊，我的荷兰豆下面啊都已经枯黄了，好像要死了，我是不是要把它拔掉啊？这就是我的荷兰豆的下半部分的样子，看上去呢，它已经枯萎了。实际上呢，它还是能够输送养分和水分的。我只有在刚刚开花的时候呢，施过1次肥，接下来呢，再也没有管过它，而且基本上呢，没有浇过水。它的上半部分的叶子还很健康，而且还有很多的花和豆荚。所以荷兰豆下面枯黄了也不要紧，上面还是能够继续生长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呢，老叶、枯叶呢容易生病，像这种白粉病都是从老的叶子开始感染的。如果要是不严重呢，我会把叶子摘掉，基本上不做任何处理。但我会经常观察，不会让白粉病泛滥。如果病叶、虫叶太多了呢，我就会把它清理掉。所以我把荷兰豆拔掉呢，不是因为它不开花、不结果，而是因为呢，太老的茎和叶子呢容易生病，而且产量呢也会慢慢的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分批的种荷兰豆。当新的一批荷兰豆开花结果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恰当的时间把上一批的清理掉。这就是我今年的第3批的荷兰豆，现在已经开始开花了，马上就要结豆荚了。当它开始大批量结豆荚的时候呢，我就会把上一批的拔掉。关于荷兰豆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荷兰豆尖到底能不能增加产量，能够结更多的豆子？对于我来说呢，我每一批的荷兰豆肯定要掐尖的，因为我喜欢吃荷兰豆尖。掐尖到底能够增产多少，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我们掐尖吃肯定不会影响荷兰豆的产量。这就是我上次掐尖的地方。还有这边也是掐过尖的地方呢，旁边又发出了新芽。这个呢，就是我种荷兰豆的方法。下面呢，来看看这颗红色的牛皮菜，也叫银叶菜。有人问呢，这种菜能种多少时间？我这棵已经种了将近1年了。它下面的根呢，已经变得很粗，有点像我们吃的甜菜根。这都是我一层层扒掉叶子的痕迹。随着我们一层层的扒叶子吃，它的这个茎啊，也会越长越粗，越长越长。那它到底能生长多少时间呢？要看具体的情况。那如果叶子越长越小，质量越来越差呢，我会考虑重新种一棵新的。或者说我需要这块地方来种其他蔬菜，那么我也会把它清理掉。不过现在呢，它还很健康，而且呢颜色也很漂亮，所以我就会继续留着它，让它继续长着。下面呢，轮到莴笋了，我们来回答莴笋到底该不该扒叶子。我们扒莴笋的叶子呢，一共有2个目的，一个呢是我们要吃它的叶子，还有一个呢就是下面的叶子很多，我们要不要把它打掉些，让它通通风。如果我们是为了吃莴笋的叶子呢，就要在莴笋还没有长杆子之前，也就是在蹲苗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扒莴笋的叶子吃，那时的叶子呢比较脆，比较嫩。像现在呢，这个叶子呢会有一点点苦味，不过做菜饭呢是很好的。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莴笋的叶子，可以留几颗专门吃叶子，这样的话呢，不影响其他的莴笋结杆子。那莴笋下面的枯叶呢，我们肯定要把它打掉，一个是为了通风，另外一个呢，枯叶老叶很容易生病。
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些病叶、老叶都摘掉。只要注意不要把叶子扒得太多，影响光合作用就可以。所以根据不同的目的，莴笋是可以扒叶子的。希望我的解释可以回答大家的疑惑，以后再也不用纠结莴笋到底应不应该扒叶子。中国芹呢，也是大家觉得比较难种、问题比较多的菜。其实啊，中国芹只要温度适当、不缺水，是非常好种的。从育苗到移栽，我做过2期关于中国芹的视频，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移栽的时候，到底是一颗一颗种啊，还是2、3颗的一起种？大家可以看啊，其实我在移苗的时候呢，是2、3颗种在一起的。因为我发现啊，如果芹菜一颗颗种呢，会长得很大，但很容易老，特别是中国芹，老了呢就会容易发苦。如果太挤了呢，芹菜又长得很细，长不粗。所以呢，我都是把2、3颗中国芹种在一起。这些天呢，奥克兰白天的温度开始渐渐的升高了，中国芹呢也进入了快速的生长期。这几天呢，我要趁着芹菜还很嫩，要抓紧吃了。外面的这层叶子啊，已经长得很大了，不能再等了。移苗的时候呢，为了不占地方，我把它种在了小菜筐的边缘。我一共呢就种了10几颗，像这么大的芹菜，每次我只要采摘一半，就可以够吃一顿了。所以就算我们的地不大，我所有的小菜筐加起来一共20平方不到，只要合理的规划，也是能够常年有收获的。下面呢，轮到这几颗白菜了。这几颗白菜呢，我种的有点晚了，是冬天种的。气温一高呢，它们就准备开花了。所以大家如果想种白菜，一定要在秋天种。即使在冬天 ，Garden Center 有大白菜的苗卖，我们也要谨慎购买。今天我们不讨论大白菜开花的问题，因为节气到了，它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肯定会开花结籽。我们重点来看看大白菜到底要不要捆扎，来帮助它包心。虽然我这几颗白菜种的时间不对，但是捆不捆扎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经过捆扎的白菜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的白菜心已经开始卷包在一起了，而且叶片呢要比没有捆扎的长得要大。被虫咬的叶子最主要集中在最外面2层，白菜心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结论就是捆扎白菜帮助它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解答一部分大家在某些蔬菜生长过程中的一些疑惑。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